大家好，肖战呢，没想到经历了这么久的被迫低调呢，只不过发了几张自拍，又迅速的飙升热搜第一。由此可见呢，肖战的热度和流量号召力并没有因为这几个月的沉寂而降低，依旧呢是很能打的一线顶流。除此之外呢，粉丝和网友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点：低谷期之后的肖战呢，不仅一股脑的带佛珠绑红绳，连护身符都装上了。在这几张自拍里面，肖战手腕上的佛珠和红绳是显而易见的，而手壳里的护身符也是经过了粉丝和吃瓜群众火眼金睛的双重认证。这些饰品呢，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能祈求好运的。想必肖战带这些，且一下子带了3个，也是为了祈求好运来，祈祷演艺事业顺利吧。而肖战已经不是第一次带这种祈求好运的小物件了。之前录制综艺时，就有网友发现肖战和他用的是同款手机壳，而这个手机壳上赫然写了2个大字“好运”。不得不说，经历了粉丝事件之后，肖战祈求好运的心情已经十分明显了。歌手张靓颖曾经说过，艺人红不红呢，是一门玄学。如今连肖战本人都开始祈求好运，也不得不让人感叹，果然连艺人本身都觉得红不红是玄学。况且肖战爆红之后的事业轨迹匪夷所思又莫名其妙，也只能用玄学来解释了。突如其来的粉丝事件动摇了肖战10年磨一剑拿到的顶流咖位，而这件事呢，虽然是粉丝打着他的名义得罪了普通观众，但细想想，这件事从始至终肖战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没有引导，也没有鼓励，他同样是粉丝之外的人物。可能很多观众觉得肖战没有出面制止就是根本错误，但其实又有哪个偶像能管得住自己的粉丝呢？如果能管得住，又怎么会发生那么多脱粉、怼偶像、怼粉丝的事呢？只是那一段时间，粉丝群体出现的负面新闻太多了，刚巧这些负面新闻全都带着肖战的大名，如此来来回回几次三番，肖战和这些负面新闻在普通观众印象里可不就自动挂钩了吗？总之啊，艺人能够大红是一门玄学，糊掉也是一门玄学。作为一个艺人，你根本无法预测，可能会有一件很小的事就会彻底毁掉你辛辛苦苦为之努力的演艺事业。但观众缘没了是没了，再努力也没有用，这也是一门玄学。所以看到如今戴佛珠绑红绳，连护身符都装上的肖战，你觉得他会回到红红火火的顶流时期吗？好，除此之外，我们再来聊一个，就是用国学来聊一下肖战。227事件发生之后呢，让肖战和粉丝一度处在风口浪尖，各方势力打压、拉踩、抹黑无所不用其极。有些明星经历低谷，惨遭抹黑后呢，粉丝也都掉个差不多了。但是肖战在经历低谷后，粉丝不降反增，而且还收获了一批妈妈粉支持。他们不是站在新时代的网络最前锋的人，更不是因为明星颜值而冲动，他们都是理智的，是能区分好坏的妈妈粉。这跟肖战个人的人品和正能量是分不开的。这不，今天又有一位妈妈粉写给肖战的信，他表示因为女儿喜欢肖战，受女儿影响，他也开始关注这个大男孩。这个男孩站在镜头前的自信从容，和他自身的良好教养与正能量，让这位妈妈也粉上了他。暴风雨后，这位妈妈又去了解肖战之前的样子，她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是错的。了解了以后，作为长辈的她很是心疼这个大男孩。看了之后，让大家忍不住感动。接着一众妈妈粉也跟着表示，比如说2月的秋风，我也是因为女儿的推荐看了《陈情令》喜欢上肖战的。女儿23岁，我47岁，我们都有成熟的判断力和三观，不会因为黑子的诋毁改变自己的喜欢。希望战战平安顺利。台湾3姨婆，我也是姨婆粉。做头发时听到隔壁美发设计说要回家看《陈情令》，就一起聊剧情，也安利给我的设计师看。我姐则是用我们的歌，那战队的歌当作起床歌。
比如说还有一位，我和我女儿也都喜欢支持肖战先生，没追过星，特意下载微博就是为了支持他。还有一位，比如说很感动，我们都是从不追星的妈妈粉，为你驻足。肖战温暖善良，大气坚韧，他让我们这些从不追星的70后有了追星的冲动与执着。他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他是立根源在破岩中，他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光点，是我们的歌。很高兴可以成为他的粉丝，他是我们的骄傲。从来都是你把我们的世界照亮，这次让我们与你共赴远方。越发越感觉到肖战身上浓厚的东方传统文化的味道。其实不是一时兴起想起用道家的理论来说肖战，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提到一些国学常识，源于他身上同类的气息吧。一个娱乐圈所谓的流量明星，若他果真是低脂浅薄的无能无识之辈，怎么可能扛过这将近9个月的网暴，还能坚守本心，给我们看到他温和的笑脸。当他站在台上沉静地唱着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仿佛看到他之前的那些磨难全都化作飞鸟，掠过时间的发梢，渐行渐远。肖战笑着，向着温暖阳光明亮厚重而去，那些猜忌污蔑琐碎的阴暗，只余力无力的挣扎，追不上了，够不着了。他能摆脱困局，跟他以下几个品性有关：百忍成钢，不论人短。他忍得了常人所不能忍，一句委屈都不说，这一点我服。把铺天盖地的暴力之气都独吞了，化作他身上如今肉眼可见的力量感。不是他经过锻炼得来的肌肉，是更加宽和平静的气，是更加有韧性的厚朴之意，是更加饱满的园庭依水春风。他一笑，似乎所有的飘零终得在这款款人间寻得一个落脚点。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根据万物守恒定律，很多的美好应该在路上。肖战呢，我们一起等。2. 以和为贵，宽以待人。有一件事情呢，至今让我意难平。肖战委托律师帮黑他的人免费维权。平心而论，换作我能做到不推波助澜，不落井下石，不幸灾乐祸，但是真的做不到以德报怨，因为这怨太深重太绝望，差点淹没了很多小飞侠，依然记得那么多的泪水。肖战抵挡住了99%的汹汹来势，我们仅仅感受到了他来不及接住的那一缕，就已经有灭顶之灾。他呢，他本是那么干净赤诚的一个人。第3个，以退为进，广结善缘。站得太高遭人嫉妒吗？所有层出不穷的造谣污蔑。可是肖战说，我想赢，但不想别人输。与人为善已经深植他内心，所以他在疫情期间保持沉默，所以有了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他带着哭泣的小飞侠，艰难地劈开暗夜，把被摧暗至淡的我们点亮成一个个希望的光点。这段时间在黑暗里自处迂回的时光，也让所有的小飞侠懂得了很多以前从未想过的道理。我们共同的老来谈资，那时候也许我们会笑中带泪，感叹一句真好，我们都在。心怀感恩，知足常乐。每当有人问起他对过去有什么想说的，他的回答是感恩感谢。有人问起他对以后的期许，就是顺顺利利。我还记得他吃到小饼干的时候心满意足的样子，他放弃镜头，向着台下红海深深一躬，他双手接过粉丝的信，说着谢谢时候的笑，他双手合十对片场的所有工作人员致谢。他会在大热天给群众演员和工作人员买饮料。感恩的底色是善良啊！他大学时期雨中拿衣服包住小狗的身影，感动了多少人的回忆。他精神上的寡欲知足，使得他能永葆赤子之心，眼神天真。再来说一个，欲加之罪难防。庆幸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家里有爸爸妈妈陪着他，陪他一起抵挡住了这世事的无情。当他审视过人性和自己，终得自渡彼岸，淡然归来。这是岁月赠予他的彩虹，我相信时间会坚守真正的清白。
有爱的家庭教养出一位执着倔强、温暖明亮的少年，他以身作则，带动了庞大的粉丝群体，一起走在向善向前的路上。而肖战的粉丝们也以这个称呼为冕，时刻谨记约束自己，提升自己。爱的守护是我们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爱的传递生生不息。好，今天有关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这视频，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